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俩在一起1年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他撒起娇来，我还是觉得挺可爱的，没想到他现在越来越任性。以前他把我当孩子一样宠着，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，可是现在他动不动就冲我发火。他太单纯，总是把握不好和别的男生的关系，我又特别在意这一点，但是他总是不顾及我的感受。他总是说工作忙陪不了我，还不许我跟别的朋友出去玩。我一直很包容他，但是他做的事情越来越过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走下去。你的任性是我们情感最大的障碍，这个障碍到底有多大呢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朱先生，27岁，来自河南，兼职领队；女嘉宾吴女士，23岁，来自浙江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这个兼职领队是领什么队啊？就是我们做了一些餐饮方面的，他们像办那个宴会啊什么的，人手不够，我们需要给他提供那个兼职人员。哦，是干这个的啊。这个是怎么认识的？就是有一次我发布那个招聘信息，然后他正好给我报名，然后我们就认识。哦，谈了多久了？谈了有1年多了。喜欢这姑娘吗？挺喜欢的。女生嘛都有点任性嘛，就包容不了了。怎么任性啊？你跟我说说。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她和她前男友刚分没多久啊。我经常给她派活嘛，然后她感觉我这个人还可以啊。突然有一天，她就跟我表白，有可能是想走出过去的伤，也有可能是真的喜欢我。我也挺喜欢她的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她挺可爱的，撒个娇什么的，感觉都不错。然后后来就是他的脾气啊越来越不好，做起事来越来越任性。就是到现在我有点受不了了，我又管不了他。我问问人家姑娘，这个你主动跟他提出来的是吧？对的。哦，不是，他说你刚跟你前男友分手就追的他是吗？就是我跟我前男友分手的那段时间，刚刚好就是他发那个通告嘛，也经常带我去做那个活动嘛，也对我挺好的。然后我又想刚刚好跟他在一起，可以忘掉前段感情带来的伤害。所以你并不是喜欢他，而是因为跟他就可以忘到前任，是这意思吧？也不全是。那你现在正面的回答一下他那个问题。他刚才其实也问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要摆脱他的前男友，还是喜欢我，到底是哪种？2个都有吧，我就是第一个就想把自己治愈，第二个我又想就是他平常对我挺好的。明白了，都有哈。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说既然咱俩在一起了，就和前任断了，彻底好了，不要再联系了。而后来我发现他和前任还有联系，然后还问前任要钱，当时我知道我就受不了了。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跟我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嘛，他有时候没钱，我也会把我的钱给他。然后呢，刚刚好就是那段时间，我想买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也没多少钱了，我就问他拿一点。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经常把我的钱给他花，问他拿一点也不过分吧？不是，你们俩不都分手了吗？可是我跟他在一起也好久了，就是我还跟他就是还是朋友关系嘛，他帮我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这样肯定是不允许的，俩人既然在一起了，就不要拿前任的伤来再刺激我们现在的感情，要分就分的彻底，不要拖拖拉拉的。是，这事儿你知道你没跟他提吗？我提了，当时我就说不要让他再联系了，他感觉联系一下没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吵架嘛。你真行啊，姑娘。那现在跟前任断没断啊？断了。断了就好，断了就好。女孩子嘛，喜欢买东西也没什么。有时候我俩一起玩的时候，她想要什么了，撒个娇啊，我就给她买了。有时候不想买的话，经不住她那个撒娇那个，你们懂的。他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只要我一撒娇，我想要什么他都会给我买。呀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天上的星星啊，姑娘？天上星星摔下来没什么用处。然后就有一次，我就没给他买，没有给他买，他就狠狠地整了我一下，整得我当时特尴尬。怎么整你？他就骗我去给我买裤子，然后我去买裤子的时候，我在里面换裤子嘛，他给我把裤子拿走了然后钱包啊、手机啊都在裤子里面啊。当时他走了之后，我就特尴尬，
我接了个电话，打电话他不接，然后我就在商场里面傻等，等了大半天。他不给我买口红嘛，那我就稍微惩罚他一下，怎么了？他不给你买，他为什么要给你买口红啊？因为他的钱不花在我身上，他还想花在谁身上呀？他就是这么任性。后来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这个工作一般都要提前一天安排的。那天早上我接到他电话，他说你今天陪我出去玩吧。我说不行啊，我今天很忙的。他说我答应给闺蜜带着你，我们一起去玩了，还有她男朋友。我说今天实在抽不开身，咱们改天吧。然后他非得要去。我上班的时候他就一直打我电话，一直打，就影响到我工作了。我就说先把他拉黑吧，清静一下。然后结果倒好，后来看到他一条说说。他说发了某人不和我去，我自然有人陪我去，还有跟一个男生的合照在上面。当时我看到之后，我都气爆了，我都。他不陪我去，我当然是找我朋友陪我去啊，要不然我闺蜜带着她男朋友，我就一个人去，那成什么样了？那你找谁去了？以前追她的男孩子，所以这事我就特别生气。那他没陪我去嘛？我怎么可能一个人陪我闺蜜还有她男朋友去啊？我那天忙啊，你得理解一下我，然后你找别人也行啊，找一个追你的男生。那天我就说他就跟我顶，他感觉他是对的，然后我气的实在不行了，我就说你都不要我了，那我就把我送你的那个东西我就扔了吧。他还把我俩一起捏的那个泥娃娃给砸碎了，然后就我俩都说那就分开一段时间吧。分没分？分。后来怎么又在一起了呢？后来分了一段时间，后面又想复合了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谁想复合了？两个人就在微信上互相聊聊天。谁提出来的？我。你就随了他的心意了是吧？对，毕竟他对我也挺好的。在一起之后，后来我发现比那件事还让我受不了的一件事，他认了一个干哥哥，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我知道之后，我就说你不要再跟你那个哥哥来往了。当时他同意了，后来又被我发现他干哥叫他吃饭呐、唱歌啊，他又去了。我就特别生气。干哥哥是这样的，因为他呢平时就经常叫我和我的闺蜜一起出去吃饭啊、唱唱歌啊，但是一个月也就那么1、2次。平常你工作忙都不怎么陪我，那我跟我闺蜜跟我哥哥一起出去吃饭、唱唱歌又怎么了？你连这点空间都不想给我吗？肯定不允许啊！那是你干哥又不是你亲哥，我要是认个干妹妹的话，那你是什么想法？我带着他去玩，你心里面肯定也不好受啊。不是，试试看的结局是什么呀？别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，那你也别回来了呗。然后我说他不听，就开始冷战，冷战到现在也没个结果。然后在这之前，中间还有一件事，也特别任性的啊。我上着班，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妈生病了，他要回去，让我给他一些钱。然后当时我就没同意，我说把手里面的工作处理一下，我陪你一起，你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。他说不行，我就要今天去。我妈生病了，她不立马放下手头上的事，还一拖一拖的，那我当然着急上火呀。就是我知道她脾气，所以我就想着赶快处理完之后，赶快陪她去。然后结果倒好，她就从我这儿拿了几千块钱之后，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等我再联系她的时候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消失了好几天。我就又去她老家找她去了，找她，然后她出来接我之后，我又想给她认了错，后来我们才回到上海。本来就是我妈妈生病了，你就应该立马放下你手头上的事，陪我一起回家，还要我拿着钱回去，我就是不联系你，怎么的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拿钱回去看妈妈，而是拿她的钱？手头上没那么多钱，何况我跟她在一起那么久了，就……哎，你这逻辑挺好的啊！只要在一起久了，她的钱都是你的钱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我生气在什么地方？他没给我打招呼。你的钱是人家的钱吗？我的钱可以给他用，但是那个钱他后来又给我了嘛？他感觉欠着用着我的钱，他还是不踏实，他又给我了。所以你今天来干嘛呀？就是他现在越来越任性，我说他也不听。我刚开始以为他小点没什么，我包容他一下，就是慢慢会改的。谁知道不但没改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，然后整的我就受不了了。可是爱一个人不是应该就是把他的女朋友宠得跟孩子一样吗？为什么别人都能这样做，你就做不到呢？咱们需要成长啊！以后如果真在一起，要一起生活，不能像孩子一样啊。那你之前不都是事顺着我的吗？为什么现在你就是这个错那个错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呢？我问你个问题，只要他在就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那你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？
但是我就想让他改嘛，可是他也不改的，就是他越来越任性，你知道吗？越来越是刚开始还受得了，现在是关键受不了了。哦，你受不了了啊！哎呀，我以为你还能受得了呢，那你怎么不跑呢？因为毕竟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又有点舍不得。你舍不得他什么呀？就是其实我胃不好啊，经常会难受，放胃病。然后每次我胃不好的时候，他挺照顾我的。然后一个人在上海，然后有个人这么陪着我，一生病他就来照顾我。那时候他照顾我的时候，我感觉他还是喜欢我、爱我。哦，女生，你挣的钱多还是花他的钱多呀？花的他的钱也多，自己挣的钱也不少。啊，花他是多少啊？就几千块钱吧。啊。也没有那么多，也就平常给他吃饭、逛街、买小礼物，也就1000来块钱，1000多块钱。行，你愿意对吧？啊，他只要性格愿意改的话，花的钱都无所谓的。不是性格改，说白了就是只要他不跟那些你认为有的问题的男生在一起，对，就是这一点，你就愿意宠着他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是这意思。好了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信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刚里面有一个问题，我就听得特别仔细，说这个啊，他的钱不给我花，给谁花呀？是吧？你问的问题，我来回答你啊。他可以给他前女友花呀，因为你的前男友就给了他的前女友花钱啊，所以他是不是也可以呢？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所以你跟你前男友的这个金钱关系是不对的，对吗？嗯，对的。好，还有一句话我听得特别渣的话。招生老师问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要天上的星星呢？天上的星星没有用啊。”听起来是一句玩笑，对吗？但其实这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，就是我交友，我认人要有用。你对面的这个男生，当时你追他的时候，对你来说就是有用的。帮助你走出上一段情感的困惑，有用；给你发通告，有用；前男友借钱有用；追我的男生跟我闺蜜一起出去玩有用。其实我听到这段对话我是不舒服的。你们都很年轻，一个27岁，一个23岁。我希望在青春里，让我们看到纯粹的爱情的样子。你老觉得他孩子没长大，其实吧，你才是孩子，你没长大，真的，天真的是你。事实很明显，你觉得他是跟别的男生有界限不清，其实他不是界限不清，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和想要什么。我建议你能够好好想一想，他为什么身边有那么多的哥哥啊？然后小女孩，你很可爱，但我不喜欢你，真心实意我不喜欢你。你没有对爱人的善念，没有对人的尊重，没有对爱的尊重，而且你把这一切都当的理直气壮，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喜欢这一点。因为我们会认为你爱了我，你为我付出那么多，至少我对你要有尊重，但是我看不到。或许对于你来说，在你的圈子里你交往的朋友，这些事情会让你觉得那是合乎逻辑的，那是顺理成章的，但我告诉你，那不是的。我们做人要有基本的善意，要对于别人对自己的付出要有基本的尊重。我希望我今天这段话你能听进去。我相信对于你的未来人生，你今天才23岁，我不希望你将来会误入歧途。如果你今天能听懂我这段话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脱离传导给你不正确价值观的这么一个圈子，好好的去做一个真正的善良的姑娘，善良比可爱重要多了。今天女孩呈现出来的确实不够尊重，但我想跟男孩说的是，其实你在1年多和他相处的模式当中，也激起了他的那一面。你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特别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去呵护一个女孩，所以你无限的包容她，无限的宠溺她，让她可以不尊重你，让她可以把她心中那些看起来不美丽的东西在你这里无限的放大。
他觉得哎这有意思呀，我跟我这干哥出去吃顿饭，你看我男朋友跟我嚷嚷半天，不是还离不开我吗？你的这种行为模式其实也害了他啊。如果你能正确的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，他可能会更加的约束自己。但你没有啊，你还在刚才回答主持人说啊，是啊，我的钱就是给他用的，他岂不更肆无忌惮？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反思一下，如果你真的想呵护一个女孩子，你希望在情感当中做一个引领者，你的方式是错的。我想跟女孩子说的是，荷西和三毛的故事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，看过他的书没有？荷西问三毛说：“你想要找什么样的男人，什么样的丈夫？”三毛说：“我想要这个男人有大房子，我想这个男人，可以给我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可以给我很美丽的衣服。”那荷西说：“我没有钱，我没有大房子，我也给你买不了漂亮的衣服，怎么办？”然后三毛看了看他说：“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还可以一顿少吃一个馒头。”这叫爱情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要保有一份纯真，那个叫爱。我们要保有一份无私的付出，那叫爱。我相信你是个有爱的姑娘，也希望你把最纯真、最善良的一面展示出来，因为只有我们真诚了，才能收获真诚的爱情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孩子来着？就爱一个人就应该把他宠得跟孩子一样。你也说了，像一个孩子一样，还不是孩子，对吧？如果要是真是个孩子的话，那怎么可能结婚呢？孩子是不可以结婚的。说把女人宠得像一个孩子一样，那是男人内心的愿望，但毕竟还止于是像孩子，而不是真正的孩子。第二，人是要知道什么事是丢人的，什么事是脸上有光的，你懂得分清楚吗？哎，看样子你是懂的，低下了头就有作用。我最讨厌有一种人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光彩。他以为如果把我当成了小孩，我就可以耍赖。我们今天就看到一个20多岁的女生，非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，让自己的男朋友容忍自己身上所有的缺点。所以今天对于你来说是重要的一刻，你不是孩子，抬起头来看着我，也不要老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。如果有哪个男人跟你说我一定把你宠得像个孩子一样，这个男人一定不可能跟你白头到老，那都是逗你玩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其实你跟这个妹妹在一起的生活，你将来是扛不起的。你非但在物质上扛不起，同时在认知的引导上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引导她。事实上，人家比你聪明多了。咱们能不能本本分分的找一个懂得疼你能够跟你过日子，花式钱不那么大手大脚，没有公主病的女生，可不可以？你找那样的女生多适合你啊！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找一个过日子的女人，好吗？你不用担心她，其实她都明白，她能成长的，你不用担心她，你担心自个儿，听明白吗？好，就这样啊。女生不能这样啊！凭什么他就给你花钱呀？平白无故的你给我点钱，你给吗？那别人给你就敢拿呀？你不懂吗？以前没人跟你说，今天可4位老师都跟你说了啊！咱们不开玩笑的说，你现在身上的问题特别的严重。如果你一直这么生活下去，最后最吃亏的就是你。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掌握男人，其实压根儿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能改吗？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毕竟相处这么久了，我感觉如果你愿意改的话，把你这些毛病慢慢改掉，我还是会考虑一下的。不过你感觉一直这么任性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想，反正
我们都再想一想吧。哎呀，请亮灯吧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啊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选择，请开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既然这段感情都这样了，他不愿意改的话，那就像老师说的，我找一个真正懂我的人。那你跟他说再见呀，跟他说，对着镜头跟他说，拜拜啊，有点底气。再见了。哎，好好找你的真爱去吧。谢谢你，请回啊。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